3岁小奶娃第一次见皇帝，竟就当众吐槽皇帝小气，不仅嫌弃宫宴上的水果是烂的，更是大骂御膳房还不如肯德基。然而小奶娃的爹娘却是见怪不怪，只因女儿从出生起就爱在心里碎碎念，还时不时爆出来一些惊天大瓜。好在只有自家人能听到，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随着小奶娃那一嗓子尖叫，皇帝皇后都疑惑地看向了四周，一些大臣和女眷们也纷纷到处张望。陆谨言夫妇的后背瞬间湿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看这架势，大殿上至少有一半人能听见自家闺女的心声啊！而作为始作俑者的陆萌萌，此时却根本没发现不对劲，还在跟吃瓜系统七七搭话。七七，这荔枝咋一股怪味啊？宿主，有的吃就偷着乐吧，你以为还能有飞机给你空运过来？上午刚摘，下午就能吃到嘴，够不错了。这话一飘出来，众人全听傻了。飞机是啥神奇物件，居然能这么快运东西？手里捧着的珍贵水果瞬间不香了。皇帝更是居高临下的扫视全场，明明没人张嘴说话，这奶声奶气的声音到底打哪来的？没过多久，大家总算反应过来，这是能听见别人的心声啊！听着还是个小丫头片子，正琢磨着，那道心声又响了。不是说宫宴有歌舞吗？都开席老半天了，咋就让咱们干坐着呀？皇帝顿时尴尬的咳嗽2声，光顾着找声音来源，居然把宣布宴会开始这事给忘了。随着太监总管李富贵尖细的嗓音落下，一群身着异域服饰的舞姬鱼贯入，在悠扬的笛音中翩翩起舞。陆萌萌立马瞪圆了小眼睛，心里不断的啧啧称奇，嘿嘿嘿，好几个人直接被茶水呛得直咳嗽。宿主，你收敛点，别笑得这么猥琐行不行？知道了，又没人听见我说话。问题是，在场好多人都听见了呀，用最软萌的语气说着最劲爆的话，众人憋得纷纷咳嗽掩饰。咦，他们咋了？难道这茶水有问题？陆萌萌赶紧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凑到鼻尖仔细闻了闻。宿主，别装模作样了，茶水没问题。七七一副早就看穿他的口气。陆萌萌点点头，小脑袋瓜还四处张望。我就说嘛，这些舞姬个个美若天仙，你看那个黑脸大叔，眼睛都看直了，还有那个白胡子老伯，激动的手都发抖了。被点名的郑国大将军谢金红和丞相温庭远心里瞬间炸开了锅，堪比土拨鼠尖叫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可别瞎嚷嚷。一旁的陆谨言夫妇还有家里另外3个孩子，听着陆萌萌的心声都快抓狂了。这丫头平时在家就没个正形，没想到今天在皇宫里居然这么放飞自我，啥话都往外蹦，这要是惹怒了皇帝，全家都得跟着遭殃啊！没多久，一曲舞罢，陆萌萌正眼巴巴等着下一个节目，就见皇帝开口：各位爱卿，中秋佳节团圆之际，咱们不如依次说2句祝福语，大伙觉得如何？这话一出，众人眼睛瞬间亮了，好主意啊！这下就能找出心声的主人了。一时间，不少大臣纷纷附和，可那些听不见心声的人却一头雾水，咋回事啊？文官武官向来不对付，难道朝中局势又变了？在爹娘和哥哥姐姐强装镇定的目光中，陆萌萌已经想好了祝福语，迈着小短腿，自信满满的走到大殿中央，规规矩矩行了个礼。一抬头，他心里立马尖叫起来：七七，这皇上也太英俊了吧！还有皇后娘娘也太漂亮了吧！这就是书上说的艳若桃李吧？哎呀，七七，皇后娘娘冲我笑了，我也太幸福啦！皇后听着这真诚又软萌的心声，脸上的笑容根本停不下来。最后，陆萌萌看向太后，心里嘀咕：这就是太后娘娘吗？看着可一点不像传说中那样慈眉善目的，更像寺庙里的菩萨呢。太后愣了一下，随后笑得愈发慈祥。宿主，你在干嘛？人家都等着听你说祝福语呢。七七无情地打断了他的彩虹屁。哦，知道啦，还不是阿娘不让我四处乱看，刚才又光顾着找吃的，没看清皇上他们长啥样，现在当然得看个够本呀。陆萌萌小手抵在唇边清了清嗓子，大殿里立刻响起她软弱的声音：是老府嫡女陆萌萌，恭祝陛下佳节如意，愿在座各位人月两团圆。作为蓝星穿越来的小家伙，陆萌萌肚子里藏着不少中秋节诗词，可她现在毕竟是个小屁孩。这会儿众人都确定了，她就是心声的主人。可看着眼前这文静乖巧的小姑娘，实在跟那些劲爆的心声对不上号啊。皇帝忍着笑问道：是第一次入宫吗？朕怎么从没见过你？陆萌萌点点头：臣女家里管得严，以前爹娘不让出门。这话一出，众人差点没憋住笑，就这活跃到没边的心思，换谁家也不敢随便让他出门啊。这时太后笑着开口：这孩子哀家甚是喜欢，赏翡翠手镯1对。皇后也跟着说：本宫也喜欢，赏珍珠红宝石不摇1只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陆萌萌连忙磕头谢恩，蹦蹦跳跳的回到座位上。娘亲，这赏赐你帮我收着呀。陆夫人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脚趾都快在鞋底抠出一座小别院了。这些年他们也不是没想过提醒女儿别在心里随便议论别人的八卦，可每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，压根说不出口。为了女儿的安全，陆谨言夫妇一直不许她出门。这次是皇上下旨，让正4品以上官员携家眷入宫赴宴，他们才抱着侥幸心理带女儿前来。没想到她直接放大招，现在只能祈祷她别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。就听陆萌萌又跟七七聊上了：嘿嘿，你说我咋就得到赏赐了呢？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太可爱，大家都喜欢我呀？宿主，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说不定人家是看你话都说不利索，怕你当场哭出来呢。七七，你个小垃圾，信不信我把你烤成地瓜？众人听着他和那个叫七七的对话，肩膀都忍不住颤抖，憋笑实在太辛苦了。有个小公子没忍住笑出了声，立马被旁边的人捂住了嘴，能听到别人的心声，这事儿也太诡异了。可皇上没发话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接下来换了一批舞姬表演剑舞，陆萌萌搓着小手满脸期待，七七却突然大喊：宿主危险！
这些武姬里有刺客，就是最后一排个子最高的那个。听到这心声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那名武姬身上。我的天哪！参加个公演居然还能遇上刺杀，他穿的这么少，咋刺杀呀？靠个子高压死人吗？陆萌萌吓得直接开始胡言乱语。那人是男扮女装的，武器是一把软剑，缠在腰上，袖口里还藏着剧毒呢。这话让陆萌萌更着急了。这可咋整？我在提醒皇上啊，直说的话会不会被当成刺客同伙？让我想想。哎呀，关键时候我这脑子咋跟七七一样不好使了呢？系统一阵无语。你想办法就想办法，骂我干啥？此时大殿中央，武姬们挥动长袖翩翩起舞。众人虽然不确定陆萌萌的心声是真是假，但皇帝身边已经悄悄多了不少武功高强的护卫。陆萌萌还在急着想办法，就见那个高个子武姬突然抽出软剑，朝着皇帝直冲过去。全场顿时尖叫声四起。老爹陆景言忙着护住妻子，两个哥哥也赶紧伸手去拉陆萌萌和姐姐，结果却拉了个空。陆萌萌仗着个子矮，已经钻进了桌子底下，主打一个一线吃瓜。藏好后，他一边盯着大殿里的战况，一边在心里嘀咕：姐姐，我还没想出办法呢，他们咋就打起来了？我那个护卫用的是夺命剪刀脚吗？也太帅了吧！宿主，别给人家的武功瞎起名字行不行？还有，你的屁股还露在桌子外面呢，赶紧躺好，别被误伤了。大家听着心声，哪怕在这紧张时刻，也忍不住看向他的位置。小家伙半边身子趴在桌子底下，撅着屁股使劲往里滚，看得众人差点忘了逃命。这陆家小姑娘也太活宝了吧！就在这时，陆萌萌突然觉得后领一紧，被人硬生生提了起来，吓得她手脚乱蹬，活像个缩成一团的小乌龟。转头一看是自家大哥陆景然，她才松了口气，乖乖回到爹娘身边。看着一家人又气又急的样子，陆萌萌赶紧挤出2滴眼泪。阿娘，有刺客，我好害怕呀！一边说还一边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。陆夫人都快被她气笑了，这小女儿平时就爱揣着瓜子板凳，跟府里的婆子们聊八卦，怎么说都不听，简直一身反骨。这会儿刺客已经被按在地上，护卫卸了她的下巴，还搜出了身上藏的毒药。众人的目光再次投向陆萌萌，男扮女装，袖里藏毒，跟她心声里说的一模一样。皇后生怕陆萌萌察觉异常，轻咳一声，吩咐侍女赶紧收拾好殿内损坏的东西，宴会继续进行。陆萌萌看着皇后的操作，心里满是疑惑。七七，都发生刺杀了，公宴咋还不结束呀？看来这些人心理素质是真强。哎，老了，安稳日子过久了，真是禁不住事儿了。七七在系统空间里都忍不住嘴角抽搐，众人更是满脸黑线。小屁孩，你这话好意思说？你要是老了，我们岂不是都成老妖怪了？心情平复后，陆萌萌对歌舞彻底没了兴趣。七七，你不是能探查附近人的八卦吗？快说来听听。有，我早就挖到一个惊天大瓜，看到坐在那边的同四品通义大夫没？就是那个留胡子的。陆萌萌转头瞥了一眼不远处那个斯文的中年男子，立马收回了视线。众人也跟着齐刷刷看了过去。从四品通义大夫沈修远一家不明所以，只好对着众人点头致意。接着就听七七兴致勃勃地说：别看他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其实就是个人渣。沈修远小时候家里特别穷，私塾的王夫子看他读书刻苦，就把自家闺女许配给他做娃娃亲，还掏空家底资助他考秀才。没想到他一考中秀才，就勾搭上了富商家的千金小姐。他把自己包装成被迫娶夫子丑女儿，还要给夫子养老的可怜人。千金小姐一听就炸了，直接找人假扮盗贼，残忍杀害了王夫子父女俩。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！陆萌萌愤愤地咬了一口甜糕，周围竖着耳朵吃瓜的众人也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真没想到沈修远这么歹毒，居然借刀杀人。后来呢？就没人发现他们做的坏事吗？七七摇了摇头，这是最后成了一桩无头悬案。沈修远顺利娶了富商千金，可他还不满足，又和外人合谋，把富商的几个儿子不是弄死就是弄傻，最后悄悄给富商下了毒，彻底霸占了整个陈家的家产。陆萌萌听得目瞪口呆，这也太凶残了吧！说灭门就灭门，等等，好像有哪里不对。吃瓜群众也发现了疑点，没记错的话，沈修远的夫人不姓陈啊。就听系统继续说，谁能想到几年后沈修远考中进士，还被皇上钦点为榜眼。打马游街的时候，镇国公府的庶女柳如梅看上了他，为了攀附国公府，沈修远就想把原配陈氏贬为妾室。陈氏自然不甘心，争执的时候还拿出当年的事威胁他。这倒提醒了沈修远，他故技重施，在陈氏去上香的时候，让人扮成山匪杀了陈氏和他们的女儿，然后装模作样的哀伤了一阵子，又娶了柳如梅。他能这么年轻就做到同四品，比别人少奋斗几十年，全靠这些阴狠手段。听完沈修远的升官史，众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离沈修远一家坐得近的官员都不动声色地挪了挪位置，离他们远远的。再看沈修远和郑国公等人，倒是一脸平静，显然啥也没听见。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，陆萌萌的心声又响了：七七，这人也太恐怖了吧！要是真让他当上大官，以后看不惯谁，还不直接弄死？这话一出，众人后背发凉，皇帝更是脸色大变。说的没错，这么阴险歹毒的小人，要是哪天朕得罪了他，他岂不是也要杀了朕？想到这儿，皇上立马朝太监李富贵使了个眼色，吩咐他派人严查沈修远的事情，随后找了个借口，带着一部分大臣离开了。眼看皇上走了，皇后屏气凝神等了半天，没再听到陆萌萌的心声，才让大家散了宴席，回到侍郎府。陆萌萌还挺开心，今天爹娘都带她去皇宫了，以后应该不会再把她关在家里了吧？可没想到，她依旧被勒令不准出门，只能和七七蹲在角落里唉声叹气，心凉飕飕的。哎呀，都怪我
我长得太招人喜欢，爹娘担心我被拐子拐走，也是能理解的。七七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你爹娘确实是好心，但你也得想办法说服他们呀。府里每个人都翻门得吃遍了，连厨房的狗子半夜去茅坑偷吃都没落下，再不吃新瓜，七七的能量都要不够用了。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陆萌萌只好拿出珍藏的瓜子，又往后院找婆子们唠嗑去了。虽然这样积攒的能量少，但总比没有强啊。而此时的御书房里，皇帝正翻看着暗卫送来的调查结果，和陆萌萌心声里说的分毫不差。关于陆萌萌的情况，他已经问过陆谨言，大臣们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，最后只能下了一道保密命令。就在这时，暗卫引着一位白衣僧人走进殿内。了尘大师，朕此次召你前来，是有一事求教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已经算出陛下想问什么。夜观天象，得知天凤王朝有福星现世，还请陛下善用这份福运，造福百姓。这福运要如何才能为天下所用？皇帝脸上露出一丝深思。第二天一早，从四品通议大夫沈修远被抄家的消息就传遍了京城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圣旨也送到了侍郎府。王公公指明要陆萌萌接旨，他刚睡醒就被按着沐浴焚香，整个人都蒙圈了。等听到圣旨里夸他才德兼备，特封他为从六品起居舍人，要随同父亲一起上朝时，全家人都傻了。起居舍人是负责记录皇上日常言行的官，让一个小丫头天天跟着一群老头子上朝，皇上这是要干啥呀？送走王公公。陆萌萌苦着一张脸，弟弟，我这个年纪就去上朝，是不是早了点啊？你去问问皇上，看上我哪点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陆谨言看着这个不着调的小女儿，头疼的厉害，干脆一甩袖子走了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陆萌萌就被丫鬟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梳洗打扮，饭都没吃就被塞进了马车，一路上摇摇晃晃，她睡得更沉了。最后是被老爹扛着下了马车，冰凉的晨风一吹，陆萌萌打了个哆嗦，总算清醒了几分。她揉着眼睛，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宫殿和一排排站得笔直的大臣，小嘴一瘪，委屈极了。七七，我困。她在心里小声哼唧。宿主，别忍吧，当官哪有不辛苦的？七七尽职尽责的安慰。陆萌萌被他爹牵着，安排站在了文官队伍的末尾，旁边是一个面白无须的老大人，正和蔼地冲他微笑。他心里的小人立刻警惕起来。七七，这个笑眯眯的老爷爷是谁？他笑得我心里发毛，不会是个人贩子吧？能听见心声的官员们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在地，那可是掌管起居住的秦大人，德高望重，为人最是古板方正，怎么就成人贩子了？秦大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嘴角抽了抽，默默地挪开了一步，离这个小煞星远点。陆萌萌还以为自己被嫌弃了，心里更不乐意了。是不是我的官职太小了，只能站这么后面，空气都不新鲜了？你看前面那个大叔身上的香味熏得我头晕，他出门时掉进香料堆里了吗？还有他旁边那个胡子都白了，还站得笔直，不累吗？要是我早就找个柱子靠着睡了。被议论的白胡子御史大人吹胡子瞪眼，奈何没人说话，他只能干瞪眼。皇上高坐龙椅，听着这小奶音的现场直播，只觉得这早朝前所未有的热闹。他清了清嗓子，示意早朝开始。冗长的朝会流程开始了，大臣们轮番上奏，说的都是陆萌萌听不懂的国计民生。他站的腿都酸了，小脑袋一点一点的，眼看就要睡着。七七，我好饿哦，早知道就不来了，在家还能吃2个大肉包子呢。宿主，你现在是起居舍人，要有敬业精神。敬业精神能当饭吃吗？你看那个赵侍郎，他不是也在打瞌睡吗？眼睛都眯起来了。陆萌萌的目光又锁定了那个香喷喷的赵侍郎，七七立刻来了精神。宿主，这你可看错了，他不是在打瞌睡，他是心虚。心虚？他一个大官心虚什么？陆萌萌瞬间来了兴趣，瞌睡虫都跑光了。周围竖起耳朵的大臣们也立刻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。来了，小陆大人的瓜来了。七七绘声绘色的爆料，这位赵侍郎，别看他现在穿得很整齐，昨天晚上他喝醉了酒，回家路上看到一只野猫，非说是狐狸精变的，追着人家跑了3条街，结果一脚踩空掉进了臭水沟里。噗呲，不知是谁没忍住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，随即被一片剧烈的咳嗽声掩盖。皇上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以此掩饰自己疯狂上扬的嘴角。陆萌萌在心里笑得打滚，掉臭水沟里啦！那他今天身上这么香，是为了这味道吗？可不是嘛。七七继续道，他半夜才被家丁从沟里捞出来，一身的污泥，今早起晚了，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的官靴，你猜他穿的什么来的？穿的什么？陆萌萌好奇的踮起脚尖，想透过人群看赵侍郎的脚。他把他夫人的绣花鞋给穿来了，粉色缎面，上面还绣着一对小鸳鸯呢。轰隆隆，这个瓜实在太大了，整个朝堂凡是能听见心声的，脑子里都炸开了锅。所有人的视线如有实质，齐刷刷的往赵侍郎的脚下瞟。赵侍郎只觉得今天同僚们的眼神格外诡异，看得他浑身不自在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官服穿得整整齐齐，没什么不妥啊。就在这时，他身旁的一位大人不小心掉落了手中的玉壶，那大人弯腰去捡，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赵侍郎的袍子底下。赵侍郎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自己宽大的官袍下摆处露出了一截粉色的，还带着精致绣花的斜肩，他的脸刷一下就白了。该死，今早起得太急，天又没亮，我摸黑套了双鞋就出门了，竟然穿错了。
可这事儿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赵侍郎猛地抬头，目光扫过全场，他听不见心声，只觉得是有人在背后议论他，故意让他出丑。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队伍末尾的陆景言身上。陆家肯定是陆家，昨天宫宴上皇帝就对他们家另眼相看，今天这小丫头还被封了官，他们陆家肯定得意忘形，拿她开涮。赵侍郎越想越气，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，他猛地跨出一步，指着陆景言厉声喝道：陆侍郎，你安的什么心，在朝堂之上散播谣言，毁我声誉，是何道理？陆景言一脸莫名其妙。赵大人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下官一言未发。你还敢狡辩？赵侍郎气得浑身发抖。若不是你，大家怎会对我指指点点？陆萌萌一看自家老爹被欺负了，顿时怒了。好家伙，这个老头还倒打一耙，自己穿错鞋还怪我爹，七七，他太过分了。勒主，盘他。陆萌萌在心里狠狠点头。还以为我看不见吗？他不仅穿了夫人的绣花鞋，袜子还破了个洞，右脚大拇指都露出来了，指甲盖里还有黑泥呢，肯定是昨晚掉沟里没洗干净。这道心声如同一道天雷，精准地劈在了赵侍郎的头顶。哈哈哈哈！终于有位武将忍不住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笑声，这一笑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，整个金銮殿上憋笑憋得满脸通红的大臣们再也忍不住了，此起彼伏的笑声会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，就连龙椅上的皇上都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，手里的奏折都快拿不稳了。赵侍郎彻底懵了，绣花鞋、破洞的袜子、脚指甲里的黑泥，这些细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陆家小女娃有千里眼不成？羞辱，巨大的羞辱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，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气血攻心，扑通一声，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。哎呀，赵大人晕倒了，快传太医！大殿里顿时乱作一团，皇上也眼神复杂地瞥了眼陆萌萌，挥手让人把赵侍郎抬了出去。早朝继续进行，陆萌萌努力挺直小身板，跟着秦大人学怎么记录皇上言行。可没站多久，他就浑身不得劲，心里开始犯嘀咕：七七，我又饿又困，谁家小孩大半夜2点就得起床啊？皇上一听他这抱怨的苗头，顿时后背一凉，赶紧加快节奏，草草结束了早朝，回到陆家。陆萌萌第一时间扒掉官服，直奔饭厅，跟饿死鬼投胎似的狂炫了2大碗饭，然后一头扎进房间补觉。另一边，老爹已经把早朝的事儿跟娘亲学了一遍。娘亲被各种狗血八卦洗礼这么久，早就见怪不怪了，只是一脸嫌弃的摆摆手。这赵大人也太不要脸了，一把年纪还欺负咱家萌萌，纯属活该。不得不说，陆家在护短这件事上真是一脉相承，就算自家小女儿是件漏风的大棉袄，那也得宠着惯着。2个时辰后，陆萌萌神清气爽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就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砸懵了。娘亲一边翻着家里的账本，一边无奈地看向他：你不是一直想出门逛逛吗？去吧，去账房支50两银子，看中什么就买点儿，让你大姐陪你一起，记得多带些护卫。喵喵喵，我没听错吧？以前他就算撒泼打滚，爹娘也从没松过口。陆萌萌兴奋地在娘亲脸上吧唧亲了一口，撒腿就跑，留下一串炸裂的心声：娘亲最好啦，我对你的爱滔滔不绝。娘亲无语地摸着脸颊，心里盘算着，小女儿的秘密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，一直关在府里也不是办法，算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顺其自然吧。陆萌萌一路风风火火跑到大姐陆清言的院子，拽上她就往外冲。府门口的马车早就备好了，上了车，她激动地嚷嚷：大姐，咱们去茶馆听说书，去酒楼喝酒，我还想去青楼瞧瞧热闹。话音刚落，脑袋就被姐姐轻轻拍了一下。你个小屁孩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先去首饰铺逛逛，再找家清静的酒楼吃饭。好吧。陆萌萌乖乖坐好，反正整个京城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玩意儿，去哪儿逛都一样。马车缓缓前行，陆萌萌掀开帘子往外瞅。七七，这就是古代的街道啊，这些建筑也太精致了吧！可惜我没文化，只能由衷感叹一句国粹。勒主，想飙脏话就直说，不过这是不好的行为哦。陆清言听着妹妹的心声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看来真该多带她出来见见世面。没多久，马车就到了首饰铺。陆萌萌好奇的东摸西看，陆清言已经看中了一只步摇，老板娘连忙上前介绍：小姐好眼光，这只步摇叫海棠玉，您瞧瞧这雕工，还有上面镶嵌的宝石，跟您的气质简直绝配。陆清言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门口就传来一道蛮横的声音：这发簪我要了。陆萌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穿水红色长裙、模样娇俏的女子走了进来。陆清言看清来人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林微微，你别太过分，这东西明明是我们先看上的。那女子走近，轻蔑地瞥了陆萌萌一眼，转头对着陆清言不屑道：你又没付钱，这东西还不算你的，老板给我包起来。陆萌萌在心里嘀咕：七七，这是谁啊？这么嚣张跋扈。勒主忘了，前几天宫宴上你见过她，她是左谏议大夫的庶女林微微，她嫡姐嫁给三王爷做侧妃，深得宠爱，她就仗着这层关系横行霸道。陆萌萌一脸茫然，他们家嫡女和庶女关系这么好，她这是靠着王妃姐姐撑腰呢。这时林微微的同伴也走进了铺子，其中几个女孩看到陆萌萌，眼神明显闪烁了一下，还是规规矩矩的上前行礼。小陆大人好。陆萌萌板着小脸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七七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哪儿呀，林微微和她嫡姐简直是死对头，她之所以这么嚣张，是因为她上演了一出我以为你爱的人是我的年度狗血大戏。陆萌萌眼睛一亮：哦嚯，有瓜，快讲快讲。周围竖起耳朵的夫人们小姐们也瞬间来了精神，纷纷装作挑选首饰的样子，实则把注意力全集中了过来。七七清了清嗓子：事情是这样的，三王爷其实是个脸盲，他压根分不清林微微和他嫡姐林
林婉柔谁是谁。哈，脸盲。陆萌萌惊了，那他当初是怎么看上他姐的？因为林婉柔弹的一手好琴啊，三王爷当初就是被琴音吸引，才求娶了林婉柔。可这林微微从小就嫉妒他嫡姐，总觉得嫡姐的一切都该是自己的，于是他就开始了他的表演。三王爷给林婉柔送首饰，他半路截胡，还对着三王爷娇羞地说：“多谢王爷厚爱。”脸盲的三王爷一看，哦，是我的侧妃，于是点点头就走了。三王爷给林婉柔写情诗，夸她肤如凝脂，手若柔荑，结果是被林微微拿到，他也不管自己一双又黑又粗的爪子，硬是觉得王爷在夸他，还拿着诗到处炫耀。最离谱的一次，三王爷约林婉柔去后花园赏月，结果林微微提前得到消息，把他解锁在屋里，自己跑去赴约。三王爷看着眼前这个咋咋呼呼的女人，虽然觉得今天的侧妃好像有点闹腾，但也没多想。就这样，林微微活在自己的幻想里，坚定地认为三王爷爱的是她，他嫡姐不过是个替代品。他觉得三王爷府未来的女主人非他莫属，所以才敢这么有恃无恐。听完这番话，整个首饰铺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陆萌萌在心里疯狂吐槽，三王爷也是个大冤种啊！可不是嘛，三王爷私下都跟他心腹吐槽过好几次了，说他那个侧妃怎么跟精神分裂似的，时而温婉可人，时而嚣张跋扈，他都快被折磨疯了，哈哈哈哈哈！陆萌萌在心里笑得打滚。那他嫡姐不知道吗？就任由他这么做哟？他嫡姐知道啊，但林婉柔性格柔弱，又顾及家族脸面，不敢把事情闹大，只能处处忍让，这就更助长了林微微的气焰，让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上位成功了。众人听了他的心声，看林微微的眼神都变了，纷纷不动声色的往后退，离他远远的。对了，七七，左建议大夫是干啥的？他们家跟咱们家有没有仇啊？哎呀，宿主，你多读读诗说好不好？左建议大夫的职责是向皇帝提意见，他爹林国文可是个大忠臣。忠臣啊，那我得想个办法提醒提醒林家。陆萌萌一抬头，看见林微微还在欺负大姐，立马挡在陆青年身前。你哪儿冒出来的？这么喜欢抢别人东西，要不要点脸？林微微气得满脸通红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也敢这么骂我？气得想上手打人。陆萌萌立刻呵斥道：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殴打朝廷命官？你这一巴掌要是敢打下来，我立马就躺地上。他转头对陆青年说：大姐，只要他敢动手，你就赶紧去京兆府报案，说有人殴打朝廷命官，把我打得昏迷不醒。林微微更气了，你敢明目张胆的讹人？陆萌萌冷哼一声：你敢打我，我就不叫陆萌萌，不信你大可试试。试试，借他的胆子也不敢啊！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古代，殴打朝廷命官可是要判剐刑的。说又说不过，打又不能打，林微微气得差点吐血，只能把气撒在簪子上。哼，什么破簪子，我才不稀罕！他把抢来的簪子往柜台上一扔，簪子咔嚓一声断成了2截。陆萌萌看到这一幕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哎呀，老板娘，刚才你不是说这簪子要3000两吗？老板娘刚想开口，林微微就跳了起来。这种破烂玩意儿也值3000两？这位小姐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簪子确实值3000两，请你赔钱。回过神的老板娘瞬间变脸，这家首饰铺是2王爷的产业，就算林微微是4品官家的女儿，背后有3王爷撑腰，她也丝毫不惧。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，稍后派人给你送来。林微微彻底没了嚣张气焰，只能先回去找姨娘想办法。临走前，她恶狠狠地瞪了陆萌萌一眼，心里盘算着等日后进了3王爷府，一定要好好报复这个小丫头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她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首饰铺里，陆萌萌从吃瓜的兴奋劲中回过神，一转身才发现铺子里多了好多人。七七，你看群众们都好正义啊，一个个都看不惯林微微欺负人。她还没感慨完，就被姐姐一把拉了出去。小妹，饿不饿？大姐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一听到吃饭，陆萌萌立马来了精神。没多久，他们就来到了京城最大的酒楼福满楼。刚到门口，就遇上了大哥陆景然，他正和2个同窗一起来吃饭。看到陆萌萌，大哥愣了一下。青言，你怎么偷偷带着萌萌出来了？我才不是偷偷跑出来的，是娘亲允许我出门逛逛的。没过多久，几人就一起坐在了3楼的雅间里。天凤国民风开放，男女结伴踏青游湖都是常有的事，没人觉得不妥。可陆萌萌不知道的是，她进了雅间后，好几位官家夫人带着子女也跟着来到了酒楼。他们常年在这家酒楼预定雅间，随到随用，还有其他人过来商量拼桌。没多久，旁边的几个雅间就坐满了人，桌上摆满了瓜子茶点，大家都等着听陆萌萌的心声吃瓜呢。这边陆萌萌跟大哥的同窗不熟，就乖乖巧巧的坐着，目光却在对面2人身上打转。七七，大哥的这2个同窗都好英俊啊！这个柳昭然不愧是京中第一才子。至于那个顾云舟，快，我要吃帅哥的恋情瓜！这软萌的心声一响起，隔壁雅间的人瞬间激动起来。不愧是小陆大人，这瓜我们也想看。谁知七七检索了半天，神神秘秘的开口：宿主，你绝对猜不到，这位顾公子其实特别怕跟女孩子接触，因为……系统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哗啦一声，顾云舟猛地站起身，惊慌之下脱口而出：不如佛陀，心似魔，金乌起武风焦灼，汉与南宁身下士，唯恐历历金玉帛。说完，他转身就往外跑。陆萌萌听得一脸懵，这个顾云舟没毛病吧？怎么突然作诗了？在座的其他人，包括隔壁雅间的人也都一头雾水。就在这时，七七的笑声响彻雅间：哈哈哈，宿
宿主，你没听出来吗？顾云舟这是要去上厕所啊！所有人在心里把那首诗默念了2遍，瞬间恍然大悟。我去，上个厕所还要作诗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陆萌萌也笑得前仰后合。我懂了，顾云舟一见到女孩子就紧张，一紧张就爱作诗，那要是成亲了，会不会放个屁也要写首诗啊？听着他这大胆的猜测，其他雅间的夫人小姐们面面相觑，想笑又不敢笑出声，其中不乏对中书令家这位公子有好感的，想替他辩解2句读书人这样才显得文雅，可话到嘴边又觉得底气不足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大家都很满意，跟着小陆大人总有新鲜瓜吃。接下来陆萌萌没再爆出什么大料，一门心思扑在吃饭上，吃饱喝足，坐上回家的马车，回到府里。陆萌萌跟娘打了声招呼，刚回自己的院子，就被老爹一声令下拎回了前厅。家里来客人就来呗，为啥非要我去见啊？他不情不愿地嘟囔着。说话间，陆萌萌已经来到了前院，看到了赵谦，他身边还放着2个大木箱子。赵谦看到他，立马站起身，满脸堆笑。小陆大人来了。陆萌萌吓得一激灵，赵谦一个正4品的大官，这么热情地迎接他一个从6品的闲散小官，肯定没安好心，是不是憋着什么大招呢？听到这个心声，赵谦赶紧解释，赵某是来给陆侍郎和小陆大人赔罪的，这些薄礼不成敬意，还望小陆大人原谅我之前的冒犯。陆萌萌警惕地盯着那2个大木箱子。七七，你帮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，比如造反的罪证之类的，电视剧里不都这么演吗？赵谦顿时吓得差点摔倒，电视剧是什么？是演戏吗？小陆大人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样子？连这种杀头的戏都敢看。想到这儿，赵谦赶紧从袖子里掏出1叠银票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，要是小陆大人不喜欢，我这里还有1000两银票，还请小陆大人笑纳。陆萌萌瞥了一眼旁边的老爹，见他没有反对，显然是已经和赵谦达成和解了，于是心安理得地收下了银票。在天凤王朝，1000两不算特别多，有些长辈给小辈的私房钱都有好几千两了。宿主，你之前不是说要把老头的事写成画本子吗？现在还写不写了？陆萌萌一本正经地纠正。七七，你是不是傻？我都有1000两了，还写什么画本子啊？而且你怎么能随便叫人家老头呢？要叫赵大人，知道吗？听到这话，赵谦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这里没白送，而且也没引起陆萌萌的怀疑。他心里清楚，皇帝下了死命令，要是有人敢让陆萌萌知道自己的心声被偷听，下场可比被写成画本子惨100倍。第2天天还没亮，陆萌萌又被老爹扛着塞进了马车。没多久，朝会开始了，很快就有大臣站出来上奏。启禀陛下，最近江南一带连日降雨，导致多处河段堤坝被洪水冲垮，百姓死伤惨重，家园被毁，河道两岸的千亩良田也被淹没了。陆萌萌原本还有点昏昏欲睡，听到这话瞬间就紧了心。虽然他想摆烂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无辜百姓丧命而无动于衷。这时皇上开口问道：现在国库还有多少银两？户部尚书往前迈了一步。启禀陛下，国库目前仅剩10万两银子可用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少？启禀陛下，前段时间给边疆军营拨了20万两，紧接着修缮皇宫花了5万两，还有……皇上打断了户部尚书的话，脸上满是忧愁，整个大殿瞬间鸦雀无声。陆萌萌忍不住跟系统嘀咕：七七，我没听错吧？国库怎么就剩这么点银子了？我大胆猜一下，会不会有的大臣家里比国库还富有啊？宿主，你还真猜对了，下面站着的这些人里，有一头超级大肥羊，人家的家底，别说解决这次江南水患了，就算养30万军队，连续养30年都绰绰有余。皇上本来还在为银子发愁，突然听到陆萌萌的心声，立马来了精神，想知道这头大肥羊是谁。下面的大臣们心思坦荡的瞬间兴奋起来，看来又有瓜吃了。那些心里有鬼的吓得惊出一身冷汗，在心里默默祈祷小陆大人千万别爆出自己的瓜。对话还在继续。七七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有这么有钱的人？快告诉我是谁。好嘞，宿主，那只最肥的羊就是正2品的神武大将军萧金策。陆萌萌惊呼一声，什么？这大肥羊竟然是个武将！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萧金策，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有钱。那些心里有鬼的大臣听到萧金策的名字，瞬间松了口气，还好不是自己，真是吓死人了。萧金策听到自己的名字，身子明显僵了一下，他的那些事都藏得极深，按理说没人会知道，此刻他还抱着一丝侥幸。皇上听到萧金策的名字，也明显愣了一下，显然也很意外。七七继续说道：没错，谁也没想到天凤王朝最有钱的官员竟然是个武将，这还得从萧金策的出身说起，他原名司徒策。大臣们听到司徒这个姓氏，脸色齐齐大变。司徒那可是前朝的国姓啊！大殿内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，前朝余孽竟然成了本朝的正2品神武大将军，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。萧金策或者说司徒策，此刻手里的玉护板都快捏碎了，他低垂着头，额角的冷汗顺着刚毅的脸庞滑落，滴在地砖上。周围的大臣们像躲瘟疫一样，瞬间在他身边清出了一片真空地带。就在皇上眼中的杀意快要凝结成实质，御林军的手已经按在刀柄上时，陆萌萌那没心没肺的心声再次响彻大殿。七七，这前朝皇室不是都被咔嚓了吗？咋还有漏网之鱼？而且这鱼还游进了咱们的锅里，混成了大将军。系统那欠揍的声音立马接茬：宿主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司徒策这一支那是前朝
皇室里的奇葩，他祖宗叫司徒贤，人如其名，就是条咸鱼。当年大家争皇位打得头破血流，司徒贤觉得当皇帝的天天早起还要批奏折，太累了，于是卷着家产连夜跑路，躲进深山老林做生意去了。噗呲，不知是谁没忍住，发出一声短促的喷笑，随即死死捂住嘴。皇上原本紧绷的脸皮抽搐了一下，杀意顿时散了一半。后来前朝覆灭，司徒家这一支反而因为跑得快存活了下来。他们家祖训就一条，谁敢当皇帝，打断腿逐出家门，闷声发大财才是王道。到了萧金策这一代，因为家里钱多的没处放，怕被土匪惦记，他才隐姓埋名去参军，寻思着练一身武艺好回家看家护院。谁知道这货武学天赋太高，一不小心就混成了大将军。陆萌萌惊得手里的糕点都掉了。这也行，为了看家护院混成大将军，那他到底多有钱啊？多有钱？江南那边的丝绸生意70%是他家的，西北的马帮他是幕后大老板，就连京城最大的钱庄汇通天下那也是他开的，他家地窖里的金砖那是按吨算的。这哪里是前朝余孽，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国库啊！听到这里，皇上的眼睛瞬间绿了，那不是杀意，那是饿狼看到了肥肉的绿光。国库正缺钱救灾呢，这不就是送上门的财神爷吗？萧金策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他隐瞒了20年的秘密，甚至连枕边人都不知道，居然被一个3岁的小奶娃给扒了个底朝天。尤其是感受到皇上那灼热的仿佛要将他融化的目光，他知道这回不出血是不行了。七七，那他既然这么有钱，为啥还要装得这么穷？我看他平时上朝穿的官靴都磨破皮了。这就叫财不露白，他越装穷，别人越不会怀疑他。而且这萧金策有个怪癖，他属貔貅的，只进不出，看着金子发霉他都高兴，让他掏钱比割他肉还疼。陆萌萌啧啧两声，那可不行，现在江南百姓都快淹死了，他守着金山银山有啥用？七七，你说要是皇上知道了他这秘密，会不会直接把他抄家了？抄家倒不至于，毕竟他是难得的将才，而且也没反心，但他这层皮估计得被皇上扒下来做成鼓，敲得震天响。皇上深吸一口气，收敛了眼中的绿光，换上了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，缓缓走下龙椅，来到了萧金策面前。萧爱卿啊！这一声呼唤百转千回，听得萧金策膝盖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陛下，臣有罪，臣隐瞒身世，欺君罔上，罪该万死。萧金策声音都在发抖，与其被动被宰，不如主动投降。皇上弯腰亲自将他扶了起来，语气温和的让人毛骨悚然。爱卿何出此言？英雄不问出处。既然你祖上早已无义地位，那你便是朕的肱骨之臣。只是如今江南水患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朕心甚痛，国库空虚，朕夜不能寐啊。萧金策是个聪明人，立马听懂了皇上的言外之意。他咬了咬牙，心在滴血，嘴上却大义凛然。陛下爱民如子，臣深受感动，臣愿捐出白银50万两，以解江南之急。50万两，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。周围的大臣们倒吸一口凉气，然而陆萌萌的心声又不合时宜的响起了。切，才50万两！七七，他打发叫花子呢。他京城郊外那个3号仓库里，光是积压的陈年珍珠就不止这个数吧？萧金策脚下一滑，差点又跪回去。这小祖宗连他3号仓库都知道。皇上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拍了拍萧金策的肩膀，叹了口气。爱卿啊，朕知道你清廉，但这50万两对于灾情来说，恐怕是杯水车薪啊。萧金策眼泪都快下来了，他在心里疯狂咆哮：谁清廉了？我那是抠门。系统，快查查他心理底线是多少？陆萌萌一边吃着大瓜，一边在心里煽风点火。宿主，他现在的心理底线是300万两，但他那个做生意的老爹留过话，若是到了生死存亡之际，大副身家也是可以舍的。粗略估计，他家现银加上变现资产，至少有8000万两。8000万两！大殿内响起了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，户部尚书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管国库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皇上的手搭在萧金策肩上，稍微用了点力。萧爱卿，你觉得呢？萧金策此时已经面如死灰，他知道今天不被薅秃一层皮是走不出这大殿了。他闭上眼，颤颤巍巍地伸出5根手指。臣愿捐500万两，另外臣愿负责筹措粮草运往江南。好好好！皇上龙颜大悦，连说3个好字。萧爱卿果然是国之栋梁，朕心甚慰。传朕旨意，封萧金策维护国财，嗨嗨，护国安民大将军，赐免死金牌一面。萧金策拿着免死金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金牌贵啊，500万两买的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身份过了明路，以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被查出身世了，似乎也不亏，解决了钱的问题。皇上心情大好，看陆萌萌那是越看越顺眼，这哪里是起居舍人，这分明是朕的招财童子啊！钱是有了，可这堤坝怎么修还是个问题。工部尚书这时候站了出来，一脸愁容。江南土质松软，寻常堤坝极易被冲垮。前些年用的糯米灰浆法虽然坚固，但耗资巨大，且原料难以凑齐。陆萌萌打了个哈欠，小脑袋一点一点的。七七，这老头真笨，修堤坝还要用糯米，那多浪费粮食啊！煮成粥喝不香吗？宿主，这就是古代建筑的局限性了。不过你可以兑换速干水泥配方给他们呀，只要10个吃瓜纸，便宜又实惠。水泥那是啥玩意儿？能吃吗？不能吃，但能把石头粘得比铁还硬，而且干得快，水利也能用。有了这玩意儿，别说修堤坝，就是在河里盖龙宫都行。众大臣竖起耳朵，水泥比铁还硬，这又是什么神物？皇上立刻抓住了重点，目光灼灼地看向陆萌萌。陆萌萌感觉到周围气氛不对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就看见一群老头正如狼似虎地盯着自己，他吓得一缩脖子。爹爹，他们干啥这么看我？是不是想抢我的夜宵？
下。陆谨言无奈的扶额，赶紧站出来打圆场。陛下，小女年幼，童言无忌。哎呀，爹，你别打岔。陆萌萌在心里嘀咕：七七，那水泥配方咋给他们啊？我又不会写那些弯弯绕绕的字。简单，我直接把配方印在你爹的袖子里，让他拿出来就行。下一秒，陆谨言觉得袖口一沉，他下意识的伸手一摸，掏出一张写满字的白卷。这，陆谨言傻眼了，这白卷上密密麻麻写着什么石灰石、粘土、煅烧之类的字眼，笔记竟然还是他自己的。陆爱卿，这是何物？皇上明知故问。陆谨言硬着头皮呈上去。启禀陛下，这是微臣偶得的一张古方，据说可治其泥，入水不化，坚如磐石。微臣本想回去研究一番，没想到今日正好派上用场。皇上大笑着接过来，递给工部尚书，拿去，照着方子做。若是做不出来，朕唯你是问。工部尚书如获至宝，捧着白卷的手都在颤抖。早朝就在这一波三折的吃瓜大会中结束了。陆萌萌被老爹扛出宫门的时候，还迷迷糊糊的在心里抱怨：七七，当官太累了，不仅要早起，还要被一群官叔叔盯着看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退休啊？宿主，你才上岗2天，而且你今天赚大了，揭露大肥杨家提供水泥配方，奖励了500吃瓜值，咱们可以升级系统商城了。解决了国库危机，陆萌萌本以为能过几天安生日子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吃着御膳房送来的点心，听听七七讲八卦。然而3天后，一道圣旨打破了他的咸鱼梦想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起居舍人陆萌萌，虽年幼，然聪慧过人，深得朕心，特许其入国子监读书，与诸皇子公主亲此。接旨的那一刻，陆萌萌整个人都石化了。什么？读书上学？陆萌萌在心里发出了土拨鼠尖叫。我才3岁啊，在这个年纪，我不应该是在玩泥巴喝奶奶吗？我要去告御状。宿主冷静点，这可是皇恩浩荡。七七在旁边幸灾乐祸。而且据说国子监的伙食不错，每天都有点心供应。真的？陆萌萌的尖叫戛然而止，吸溜了一下口水。那也不是不能考虑。陆谨言夫妇虽然心疼女儿这么小就要去受苦，但皇命难违，只能含泪给女儿准备小书包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陆萌萌背着娘亲连夜缝制的绣着一只歪脖子鸭子的小书包，一脸生无可恋的被送进了国子监。负责教导这群皇亲国戚小萝卜头的是当朝大儒孙夫子。孙夫子年过6旬，须发皆白，平时不苟言笑，手里常年拿着一把戒尺，是出了名的严师。据说连当今圣上小时候都被他打过手板。陆萌萌被安排在第1排，左右两边分别是5岁的六皇子和4岁的小公主。上课钟声敲响，孙夫子板着脸走进学堂，目光如电般扫视全场。原本还在叽叽喳喳的小萝卜头们瞬间噤若寒蝉。今日我们讲《三字经》。孙夫子声音洪亮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枯燥的读书声响起，对陆萌萌来说简直就是催眠曲。她的眼皮开始打架，小脑袋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。宿主醒醒，口水流出来了。七七在脑海里大喊：吴红烧提膀，别跑！陆萌萌迷迷糊糊的嘟囔了一句，这一声虽小，但在安静的学堂里却显得格外突兀。孙夫子的诵读声停了，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陆萌萌面前，手中的戒尺轻轻敲了敲桌子。陆萌萌猛地惊醒，擦了擦嘴角的口水，茫然地看着面前放大的严厉面孔。啊，开饭了吗？噗嗤，旁边的六皇子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孙夫子气得胡子都在抖。朽木，不可雕也！才第1天入学，竟敢在课堂上公然睡觉，还要吃红烧蹄膀，把手伸出来！陆萌萌看着那厚厚的戒尺，吓得把小手藏到了背后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瞬间蓄满了泪水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熟悉的新生广播上线了：七七，救命啊！这老头要打我，他好凶啊！宿主莫慌，虽然他看着凶，但他有个致命弱点。这孙夫子表面上是个严厉的大儒，背地里却是个猫奴。孙夫子高举戒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，其他原本吓得不敢喘气的小皇子小公主们也都瞪大了眼睛。猫奴那是啥？陆萌萌在心里问。就是特别喜欢猫，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。他在家里养了18只猫，每天下朝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地上学猫叫，逗猫开心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偷偷给猫做衣服，甚至还会给猫写情诗。哇，写情诗给猫！陆萌萌惊叹。念来听听。嗨，宿主听好了，这是他昨晚刚写的。雪球无碍毛茸茸，粉嫩肉垫似玫红，夜半呼噜如雷响，老夫听之如仙舟。噗哈哈哈哈！这一回整个学堂都炸了，六皇子笑得从椅子上摔了下去，小公主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直叫唤，连窗外偷听的侍卫都忍不住肩膀狂抖。孙夫子那张原本板着的脸，此刻红得像煮熟的大虾，他握着戒尺的手微微颤抖，眼神中充满了被戳穿秘密的羞愤和惊恐。他的师道尊严全毁了。陆萌萌眨巴着大眼睛，看着面前处于崩溃边缘的夫子，突然觉得这老头也没那么可怕了。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刚才娘亲塞给他的虎头小钵，奶声奶气地递过去。夫子，这个送给你，虽然不是真的猫猫，但是也很可爱哦。孙夫子看着那只虎头虎脑的小钵，眼神竟然真的软了下来。他内心深处的猫奴魂在这一刻觉醒，竟然下意识地伸手接了过来。这成何体统？嘴上说着，手却很诚实地捏了捏布偶软乎乎的耳朵。夫子不生气了吧？陆萌萌趁热打铁，使用了必杀技卖萌术，双手托腮，歪头眨眼。孙夫子看着眼前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奶团子，再看看手里的小老虎，长叹了一口气。罢了，跟个3岁孩子计较什么呢？况且他怎么知道我家雪球叫得像打雷？下不为例。孙夫子收起戒尺，小心翼翼地把布偶揣进怀里。
坐好，继续上课。一场血光之灾就这样消泯于无形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国子监出现了一道奇景。原本最为严厉的孙夫子，对陆萌萌这个上课睡觉、下课吃瓜的问题学生，竟然格外宽容。偶尔陆萌萌实在困得不行，孙夫子还会假装没看见，甚至暗示旁边的六皇子把窗帘拉上一点，别晒着孩子。众人都说这是小陆大人的福气，只有孙夫子自己知道，他这是被这丫头拿捏了。万一他哪天心情不好，把他给猫织毛衣的时候把线团缠满全身的事说出来，那他还活不活了？过了几天，宫里又来人了，是太后身边的桂嬷嬷，说是太后近日凤体为何，食欲不振，听闻陆家小千金机灵可爱，特召进宫陪伴几日。陪伴？我看是想让我去当吉祥物吧。陆萌萌坐在进宫的马车上，嘴里塞着糕点，腮帮子鼓鼓的。宿主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七七兴奋道：后宫啊，那是瓜田，3000佳丽，那得有多少狗血八卦等着咱们去挖掘。到了慈宁宫，陆萌萌发现气氛有点压抑，太后歪在软榻上，眉头紧锁，几个太医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哀家没事，都退下吧。太后挥了挥手，声音有些虚弱。陆萌萌迈着小短腿跑过去，规规矩矩行了个礼。萌萌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太后看到粉雕玉琢的小团子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些。萌萌啊，过来，让哀家瞧瞧。陆萌萌乖巧的凑过去，心里却在疯狂呼叫系统：七七，快扫描一下，太后这是咋了？是不是被哪个妃子气出病了？丁扫描完毕，七七的声音响起：太后这是心病加上饿的。陆萌萌瞪大了眼：太后还会没饭吃？不是没饭吃，是吃不下。御膳房那帮厨子做的东西太油腻，太后年纪大了，脾胃虚弱，最近又因为先帝的忌日快到了，思念成疾，导致厌食。原来是思念先帝啊！陆萌萌心里软了一下，这也挺可怜的。太后听着这软糯的心声，心中一震，这孩子竟然知道他在想先帝。七七，有没有什么开胃的食谱？最好是清淡又好吃的。有的，系统商城里有神级酸奶发酵菌，只要宿主用10个瓜点兑换，就能立刻制作出纯天然无添加的美味酸奶。快！太后要是饿死了，我就没地方吃瓜了。于是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陆萌萌突然拉住太后的手：太后娘娘，萌萌会做一种超级好吃的白玉奶，酸酸甜甜的，吃了就能开心。萌萌做给您吃好不好？太后一愣，看着小丫头亮晶晶的眼睛，不忍拒绝。好，那就辛苦萌萌了。半个时辰后，陆萌萌指挥着御膳房的厨子，用系统兑换的发酵菌兑入牛奶，再配上切好的蜜桃丁、葡萄干和碎杏仁，最后淋上一勺蜂蜜，一碗色泽诱人、散发着淡淡奶香的酸奶水果捞端到了太后面前。太后原本毫无胃口，但闻到那股清新的酸甜味，竟然鬼使神差的拿起了勺子，一口下去，冰凉丝滑，酸甜适口，瞬间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味蕾。此物甚是爽口。太后眼睛一亮，接着又吃了一口，然后是一勺接一勺。旁边的桂嬷嬷看的眼泪都要下来了。吃下去了，太后终于肯进食了。一碗酸奶下肚，太后觉得胃里舒服了不少，连带着心情都好了起来。萌萌真是个小福星。太后慈爱地摸了摸陆萌萌的头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陆萌萌眼珠子一转，萌萌不要赏赐，萌萌想听故事。听说宫里有好多好玩的事情。太后笑了，好，哀家给你讲。从此，慈宁宫成了陆萌萌的常驻据点。她一边投喂太后各种系统出品的美食，一边竖起耳朵听太后和嬷嬷们闲聊，顺便用系统全方位扫描后宫八卦。七七，那个李贵人是不是怀孕了？我看她一直在干呕。做主眼神真好，不过她不是怀孕，是吃坏了肚子。她为了争宠，偷吃了张嫔送给皇上的补肾大补汤，结果虚不受补，拉了2天了。嘿嘿嘿，笑死我了！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陆萌萌在心里狂笑。太后虽然听不懂补肾汤的具体功效，但也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，忍不住跟着嘴角上扬。这后宫沉闷了这么多年，自从来了这个小丫头，倒是鲜活了不少。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半个月后，一道800里加急军报打破了京城的宁静。南疆急报，南诏国突然撕毁盟约，集结10万象兵，进犯我边境，镇南将军战死沙场。朝堂之上一片缟素，皇帝楚天阔双眼通红，将战报狠狠摔在地上。欺人太甚，南诏蛮夷竟敢杀朕大将！大臣们个个面如土色。南诏象兵那是出了名的刀枪不入，一旦冲锋起来，地动山摇，普通骑兵根本挡不住。如今镇南将军战死，南疆群龙无首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陛下，当务之急是派良将前往，可是朝中能战之将，除了北境的萧国公，就只剩下……众人的目光看向了武将列队，却发现一个个都低着头，不是他们怕死，是对上那项兵，实在没把握啊。就在这时，站在陆景言身边的陆萌萌突然心里一动，七七，象兵是啥？大象吗？大象不是保护动物吗？怎么能打仗？宿主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保护动物？那可是战象，披着铁甲，象牙上绑着毒刺，一脚能把你踩成肉泥，这么恐怖。陆萌萌缩了缩脖子，那咱们是不是要完蛋了？未必。七七突然神秘一笑，宿主，你忘了系统商城里
丽昨天刷新的现实道具了吗？你是说那个无敌痒痒粉？不是那个，是超级生物声呐模拟器，只要把它安装在扩音器上，就能发出一种只有特定动物能听到的高频声波。对于大象来说，这种声音就像是用指甲划黑板一样，会让它们瞬间抓狂暴走，甚至掉头逃跑。陆萌萌眼睛一亮，哇，这个好啊！那咱们快告诉皇帝大叔。可是怎么告诉呢？总不能直接说我有系统吧？陆萌萌眼珠一转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这一嗓子把满朝文武都吓了一跳。萌萌怎么了？皇帝强压着焦虑问道。我刚才做梦，梦见好多大老鼠咬大象，大象怕老鼠，吓得到处跑，把坏人都踩扁了。陆萌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胡说八道。大象怕老鼠？众大臣面面相觑，这小孩子胡言乱语吧？不对。兵部尚书突然眼睛一亮，古书有云，鼠钻象鼻，象必死。虽然咱们弄不到那么多大老鼠，但若是能制造出让战象恐惧的声音，皇帝也是个聪明人，立刻联想到了陆萌萌之前的种种神奇之处。这孩子是天降福星，他的梦说不定就是上天的启示。可是该如何制造让战象恐惧的声音？这时候陆萌萌又在心里跟七七嘀咕了：七七，那个模拟器怎么用啊？宿主，那个模拟器可以伪装成乐器，比如唢呐，唢呐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哦，不对，是万象奔腾。只要找个内力深厚的人吹响特制的唢呐，配合声呐模拟器就能搞定。皇帝听得真真切切，唢呐内力深厚，他目光瞬间锁定了朝堂角落里一个身材魁梧、满脸络腮胡的武将神威将军赵铁柱。此人武功高强，且吹得一手好唢呐，平时在军营里没少用这玩意儿折磨战友。赵铁柱，末将在，朕命你即刻挂帅，率领3万精兵驰援南疆，另外带上100个会吹唢呐的大嗓门士兵。赵铁柱猛了，陛下带唢呐干啥？给对面送终吗？少废话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7日后的南疆战场，南赵国的大将军骑在高大的战象背上，看着对面只有3万人的天凤军队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天凤国没人了吗？派这么点人来送死，给我冲，踏平他们！谋上千头披肩执锐的战象发出一声长鸣，迈着沉重的步伐开始冲锋，大地都在颤抖。天凤国这边，赵铁柱手心里全是汗，他按照临行前皇帝给的锦囊，其实是陆萌萌画的草图和七七提供的声呐装置，让人把那些奇形怪状的金属管子套在了唢呐上。将军，这玩意儿真管用吗？副将瑟瑟发抖。陛下的旨意，不管用也得管用。兄弟们，给我吹，使出吃奶的劲儿吹，就吹那首《百鸟朝凤》。哦不，吹哭黄天，预备起！滴答滴，100只经过魔改的唢呐，在内力的加持下，瞬间爆发出一种人类难以形容的尖锐声响。那种声音凄厉高亢，穿透力极强，仿佛几万只指甲在玻璃上疯狂摩擦，又像是无数只老鼠在耳边尖叫。人类听着只是觉得刺耳难听，但对于那些听觉敏锐的战象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声波核武器。正在冲锋的战象群突然齐齐刹车，紧接着他们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度恐怖的声音，开始疯狂甩动长鼻，发出痛苦的嘶鸣。怎么回事？预想时控制住他们！南赵将军大惊失色，可是没用了，战象们彻底失控了。他们不再听从指挥，而是调转庞大的身躯，发了疯一样往回跑，想要逃离这个可怕的声音源头。不要回来，那是我们自己的阵地！南赵将军绝望的吼声瞬间被淹没在隆隆的蹄声中，上千头受惊的战象如同一股钢铁洪流，狠狠地撞进了南赵国自己的后方大军中。赵铁柱和天凤国的士兵们看得目瞪口呆，手里的唢呐都忘了停。这也太神了吧！咱们赢了！靠吹喇叭赢了！京城捷报传来，大捷，南疆大捷，神威将军赵铁柱巧用其声，大破象阵，南赵国损兵折将，递交降书，愿割地赔款，年年进贡。太和殿上一片欢腾，皇帝楚天阔看着底下那个还在跟系统讨论中午吃什么的陆萌萌，眼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这哪里是3岁小孩，这分明是朕的镇国神兽啊！陆萌萌护国有功，封为安国郡主，10亿千户。陆萌萌正在盘算着要不要让御膳房做个肯德基，突然听到封赏，愣了一下。郡主，那是多大的官？有工资吗？宿主，郡主不是官，是爵位。10亿千户的意思是，以后有1000户人家的税收都归你。哇，发财啦！陆萌萌高兴的差点跳起来。爹爹听见没？我有工资啦！以后你老了，我养你。陆谨言看着自家闺女那财迷啊，既好笑又感动，眼眶都有点湿润。宿主，这次救国有功，系统奖励了1万瓜点，你可以升级系统啦。真的？升级后有什么新功能？升级后就能开启远程吃瓜模式，以后不用见到人，只要知道名字就能查他的瓜。哇，那岂不是天下皆瓜甜？陆萌萌兴奋地在床上打了个滚。就在这时，陆谨言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神色有些凝重。萌萌，爹爹可能要出一趟远门了。去哪呀？江南。这次水患虽然解决了，但赈灾2款下发过程中出现了贪腐，皇上命我去彻查。陆谨言叹了口气，这一去恐怕又是腥风血雨啊！陆萌萌眼睛一亮，立刻从床上爬起来，抱住老爹的大腿。爹爹，带我一起去，萌萌也想去江南玩，萌萌可以帮你抓贪官。开玩笑，升级了系统，又有远程吃瓜功能，抓贪官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陆谨言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。好，那就带上你，不过说好了，不许乱跑，不许乱说话。遵命，爹爹最好了，
江南的贪官们，你们的噩梦来了！前往江南的官船上，陆萌萌正躺在甲板的摇椅上晒太阳，手里拿着一根从御膳房顺来的酱肘子，啃得满嘴流油。弟弟，还有多久才到那个什么扬州啊？坐船好无聊哦，我想骑马，虽然我腿短够不着马凳。陆萌萌在心里抱怨。宿主坚持住，前面就是扬州地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扬州知府吴青莲可是个名人，他号称天凤王朝第一清官，家里穷得连耗子进去了都得含着眼泪出来。凄凄的语气里透着一丝嘲讽。真的假的？当官还能穷成这样？陆谨言坐在一旁喝茶，听到女儿的心声，眉头微皱。吴青莲的名声他自然听过，甚至在京城都以此人为楷模。皇上这次派他来，也是不想太过为难这位清官，只希望能查清底下人的贪腐。船刚靠岸，码头上就站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官员，为首的一人瘦骨嶙峋，官服上打满了补丁，甚至脚上的布鞋都露出了大脚趾。下官扬州知府吴青莲率扬州众官员恭迎陆钦差和安国郡主。吴青莲带头跪下，声音沙哑，仿佛3天没吃饭一样。陆萌萌瞪大了眼睛，嘴里的肘子都忘了嚼。哇，爹爹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丐帮帮主吗？陆谨言嘴角一抽，赶紧上前扶起吴青莲。吴大人何至于此？朝廷的俸禄虽然不算丰厚，但也不至于让益州知府衣不蔽体啊。吴青莲老泪纵横。陆大人有所不知，江南水患，百姓受苦。下官身为父母官，怎敢独享温饱？下官已将家中所有积蓄和俸禄全部捐出赈灾。这身官服缝缝补补又3年，还能穿。周围的百姓听了，无不感动落泪，纷纷高呼吴青天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陆萌萌的心声像一道不合时宜的惊雷。宿主，快看快看，这老头身上有戏啊！他那个补丁虽然看着破，但用的布料是云锦啊，那是贡品，1寸云锦1寸金，他这一个补丁就够买1000个馒头了。陆谨言扶着吴青莲的手一僵，云锦那是只有皇室才能用的东西，这老东西竟然拿来做补丁。还有，他那双露脚趾的鞋，那是故意剪破的。我看他脚趾甲修剪的圆润光滑，一看就是天天有人专门伺候修脚，还涂了那什么西域进贡的护甲油，亮晶晶的。最离谱的是他的肚子，别看他脸瘦，那是饿了2天故意饿出来的，但他身上一股子佛跳墙的味道，那是长期吃海鲜鲍鱼腌入味儿了吧？七七，扫描一下他的胃。滴扫描完毕。宿主，他胃里还残留着没消化完的极品血液和50年陈酿的女儿红。这哪是清官啊？陆谨言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把吴青莲踹下河的冲动。好你个吴青莲，竟然是个演技派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陆谨言强装笑脸，跟着吴青莲去了知府衙门。接风宴上，桌上摆着几碗清得能照镜子的米粥，还有一盘黑乎乎的咸菜。陆大人，郡主，扬州如今物资匮乏，只能以此薄酒素菜招待，还望恕罪。吴青莲一脸愧疚。陆萌萌看着那碗粥，小眉毛皱得紧紧的。七七，这能吃吗？宿主别吃，这咸菜里加了观音土，是为了让百姓吃了有饱腹感却拉不出。他居然拿这个来作秀，不过黑黑，你看这桌子底下。陆萌萌偷偷把小脑袋探到桌子底下，这一看差点没笑出声。原来这看起来破旧的木桌子下面竟然藏着一个暗格。吴青莲的脚边正放着一个精致的食盒，里面装着一只烧鸡和一壶酒。他每喝一口粥，就趁人不注意，偷偷用手撕一块鸡肉塞进嘴里，动作之快，堪比魔术师。弟弟，吴伯伯的桌子下面有老鼠。陆萌萌突然大叫一声。什么老鼠？吴青莲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的就要去护住食盒。对呀，好大一只老鼠，正在偷吃烧鸡呢。陆萌萌跳下椅子，迈着小短腿跑过去。吴伯伯别怕，我帮你抓。说着，他一把掀开桌布，那个精致的食盒瞬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那只肥得流油的烧鸡，还有大半只没吃完，酒香四溢，现场死一般的寂静。那些陪同的官员们尴尬的恨不得钻地缝。吴青莲的老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结结巴巴的解释：这是下官准备去喂流浪狗的。哇，扬州的狗吃的比人都好呀。陆萌萌一脸天真。吴伯伯真是个大善人，宁愿自己喝粥，也要给狗吃烧鸡。弟弟，我们也把这些粥拿去喂狗吧，说不定狗都不喝呢。这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得吴青莲眼冒金星。陆谨言冷笑一声，猛地一拍桌子：好一个喂狗！吴大人，本官看你这只狗胃口不小啊！来人，查抄知府衙门。冤枉啊！陆大人，下官真的是清白的。吴青莲还在垂死挣扎。七七，告诉爹爹，这老东西把银子藏哪了？宿主，这老东西想法有点怪，他把银子铸成了尿壶，还烧了一层黑漆，就在他卧室床底下的密室里，足足有50个大尿壶，全是纯金的。听到这心声，陆谨言差点没喷出来。金尿壶，这吴青莲的口味也太重了。去后院卧室搜床底下的尿壶。陆谨言一声令下，半个时辰后，50个黑漆漆的尿壶被搬到了大堂。侍卫刮开黑漆，露出了里面金灿灿的真容。看着这些足以亮瞎眼的金尿壶，围观的百姓彻底炸了。打死这个贪官，竟然把我们的救命钱做成尿壶。在百姓的烂菜叶和臭鸡蛋雨中，一代影帝吴青莲终于落下了帷幕。贪官是抓了，钱也抄了，可最关键的问题还没解决，赈灾的粮食去哪了？据吴青莲交代，粮食早在半个月前就不翼而飞了。有人说是被水怪吃了，有人说是被阴兵借粮了。阴兵借粮，骗3岁小孩呢？陆萌萌撇撇嘴，虽然我就是3岁小孩，但我也不信。宿主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鬼神？经过本系统雷达扫描，那批粮食就在城外30里的废弃城隍庙地下。陆谨言带着人马连夜赶往城隍庙。这城隍庙荒废已久，杂草丛生，阴风阵
阵阵，刚一靠近，就听到里面传来凄厉的哭声，还有绿色的鬼火飘来飘去。呜呜呜！还我命来！随行的几个胆小侍卫吓得腿都在抖。大人，这地方真的闹鬼啊！陆萌萌坐在老爹肩膀上，嘴里含着系统兑换的棒棒糖，一脸淡定。七七，这鬼火做的有点假，一看就是磷粉撒多了，颜色不正，还有那个哭声，这一听就是个男的捏着嗓子喊的，换气声都听见了，业余，太业余了。宿主，要不要给他们来点真的科技与狠活？嘿嘿，正合我意，兑换全息投影仪和环绕立体音响。就在那几个扮鬼的吓唬侍卫正起劲的时候，突然整个城隍庙的上空亮起了一道刺眼的白光，紧接着一个巨大无比高达10丈的阎王爷投影凭空出现，怒目圆睁，俯视着下方。大胆小鬼，竟敢在人间装神弄鬼，私藏皇粮，还不速速现出原形！这声音经过立体音响的放大，如同9天惊雷，震得整个山头都在颤抖。那几个扮鬼的人哪见过这种阵仗，当场就被吓尿了裤子，一个个丢掉手里的道具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。阎王爷爷饶命啊！我们不是鬼，我们是人啊！是梁上赵大头让我们这么干的。对，粮食就在地窖里，别抓我们下去啊！陆景言和侍卫们看着头顶那个巨大的阎王爷，也是一脸懵逼。陆萌萌赶紧在心里解释：爹爹别怕，这是我请来的神仙叔叔帮忙演戏呢，快去抓人呀！陆景言回过神来，虽然觉得这神仙长得有点像画里的钟馗，但管他呢，抓人要紧，冲进去把粮食运出来。就这样，一场精心策划的闹鬼大戏，在陆萌萌的降维打击下，变成了大型认罪现场。数万石粮食被运出，江南百姓终于吃上了饱饭。灾情解决后，他们也就回了京城。这天，陆萌萌正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小脑瓜里开始盘算起京城的瓜田分布图。正想着，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异响，是谁？陆萌萌警觉地坐起身来。虽然她才3岁，但毕竟有系统帮身，胆子大得很。只见窗户被轻轻推开，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翻了进来。那黑影身形瘦削，脸上蒙着黑布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。刺客！陆萌萌不仅没怕，反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。七七，来活了！有人夜闯香闺，这是要劫财还是劫？不对，我才3岁，难道是来偷我藏在枕头底下的糖葫芦的？刺客有点无语，他虽然听不见心声，但看着那个一脸兴奋地盯着自己的小娃娃，心里莫名地涌起一股寒意。这孩子啊，怎么不哭也不闹？这反应不对啊！刺客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：“不许出声，不然老子宰了你！”陆萌萌眨巴眼睛，在心里疯狂呼叫系统：“七七，快扫描一下，这人是谁？要是没有瓜，我就喊我爹把他打出去。”滴扫描完成。宿主，这人是个飞贼，绰号草上飞。不过他今天不是来偷东西的，他是走错路了。走错路？对，他原本是想去隔壁赵氏郎家的，结果因为他是路痴，翻错了墙头，翻到咱们家来了。这年头的刺客业务能力都这么差的吗？而且宿主，这人还有个更搞笑的瓜，他虽然叫草上飞，精工了的，但他其实有严重的恐高症，每次飞檐走壁的时候，他都要闭着眼睛，一边飞一边在心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呼哈哈哈！陆萌萌实在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刺客被他笑毛了，恼羞成怒地挥舞着匕首。笑什么笑？信不信老子？就在这时，陆萌萌突然指着窗外大喊一声：“呀，你看外面有飞碟！”刺客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窗外黑漆漆的夜空，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自己站在高处往下看的眩晕感。他的腿一软，竟然啪叽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别说了，我有恐高症。刺客崩溃了，他这辈子最大的秘密怎么会被一个小娃娃一语道破？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陆家护卫冲了进来，3下5除2就把腿软的刺客给按住。陆景言披着衣服匆匆赶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又惊又气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夜闯我陆府！来人，送去京兆府！刺客被拖走的时候，还在哭喊：“我真的走错路了，我是要去隔壁的啊！我不要坐牢，我恐高，牢房的床太高了，我睡不着啊！”陆萌萌在被窝里笑得直打滚，这一天天的真是太充实了。她抱着被子，美滋滋地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陆萌萌还在被窝里做着啃大鸡腿的美梦，就被老爹陆景言无情地挖了起来。爹爹，我还是个宝宝，正在长身体呢，睡眠不足会长不高的。陆萌萌闭着眼，像只考拉一样挂在陆景言身上，死活不肯下地。陆景言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一边熟练地给女儿穿上一件粉雕玉琢的小锦袍，一边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乖女儿啊，今天不是去上朝，陛下特意下旨，今天要带你去京郊大营巡视神机营，听说那里有新研发的火炮，你不想去看看那个大家伙？”一听火炮，陆萌萌的瞌睡虫瞬间跑了一半。火炮威力大吗？能放烟花吗？陆景言赶紧捂住他的嘴：“小祖宗，这话可不敢乱说，那是军国重器。”马车摇摇晃晃出了城，直奔京郊大营。一进营地，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，两旁列队的士兵个个身披铁甲，手持长矛，眼神坚毅。皇帝一身戎装，显得英姿勃发。站在他身边的，除了那天那个大冤种，不，神武大将军萧金策之外，还有一个黑脸大汉。这大汉长得凶神恶煞，满脸络腮胡子像钢针一样炸开，光是站在那里就能直小儿液体。这就是神机营统领雷烈将军。皇帝向陆景言介绍道，眼神却若有若无地飘向陆景言怀里的陆萌萌。雷烈上前一步，抱拳行礼，声音如洪钟大吕，震得人耳膜生疼。末将雷烈参见陛下，神机营集结完毕，请陛下检阅。陆萌萌被震得缩了缩脖子，小眼神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黑脸大汉。七七，这人长得好凶啊！在场能听到心声的众人都心头一紧。雷烈将军治军严苛，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，人送外号雷老虎。要是被这小祖宗惹毛了，那可不好
好收场。七七那欠揍的声音准时响起。宿主，别被表象骗了。这雷烈虽然长得像个杀猪的，但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坛巨匠。他文坛巨匠，他写兵书的。非也非也，宿主，听说过最近在京城卖断货的那本畅销书没？叫《霸道王爷的小娇妻》，带球跑了99次。全场死寂，皇帝的表情僵住了。萧金策瞪大了眼睛，就连那些站得笔直的士兵们，手中的长矛都微微颤抖了一下。那本书他们听过，甚至有人偷偷买过，那是京城贵女圈和深闺妇人们的最爱。据说情节曲折离奇，虐恋情深，赚足了读者的眼泪。雷烈那张黑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原本凶狠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陆萌萌惊得小嘴都能塞下一个鸡蛋。你是说那本写的甜腻腻肉麻麻的，是这个黑脸张飞写的？答对了。七七兴奋的解密。雷烈将军内心住着一个小公主，她白天在军营里吼士兵，晚上躲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写言情，笔名就叫泪痣居士。为了写好男女主的感情戏，他还偷偷买了一堆胭脂水粉，在自己脸上试色。有一次忘了洗，顶着个大红唇就出来练兵，把副将吓得以为他走火入魔了。扑萧金策实在是没忍住，发出了类似漏气的声音。他想起半年前确实有那么一天，雷烈大半夜冲出来，嘴唇红得吓人。当时雷烈解释说是练功练岔气了，血气上涌，原来是试色好。士兵们快疯了，他们的魔鬼教官，那个让他们闻风丧胆的雷老虎，居然是血带球跑的言情大神。雷烈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或者直接拔刀自刎算了。他苦心经营了20年的硬汉形象，就在这一瞬间崩塌成了粉红色的泡沫。陆萌萌还在继续补刀。七七，那他写到虐心的地方会不会哭啊？会，当然会。他经常一边写一边哭，哭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他还会给自己设计的情节感动到失眠呢。皇帝深吸一口气，努力维持着帝王的威严，但他颤抖的嘴角已经出卖了他。他看向雷烈的眼神充满了复杂。爱卿啊，朕以前只知道你懂火炮，没想到你还懂写书。雷烈终于崩溃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陛下，末将只是业余爱好，并未耽误军务啊。皇帝强忍笑意，拍了拍雷烈的肩膀。爱卿才华横溢，文武双全，朕心甚慰。只是下次是色号，记得洗干净再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整个教场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笑声，原本肃杀的气氛荡然无存，士兵们笑得东倒西歪，盔甲摩擦声响成一片。就在这欢乐的时刻，七七突然发出了一声急促的警报：宿主别笑了，有情况，东南方向300米，那个正在擦拭火炮的士兵有问题。陆萌萌瞬间收起笑容。有什么问题？他是南疆的奸细？不是南疆的，是隔壁神策营派来的。神策营统领一直嫉妒雷烈的神机营受宠，这人是趁着检阅混进来的。他在那个新式火炮的炮管里栽了一块大石头，一旦点火，火炮就会当场炸膛，到时候站在旁边的陛下和你们都得变成烤乳猪。听到这心声，皇帝的脸色瞬间变了，雷烈更是从地上一跃而起，眼里的羞愤瞬间化作了滔天的杀意。那是他最宝贝的新式火炮，更是陛下的安危。住手！给老子把那个人按下！雷烈一声怒吼，声如炸雷。那个正在假装擦拭炮管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雷烈像抓小鸡一样拎了起来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陛下，炮管里确实有东西。几名亲兵立刻上前检查，果然从炮管深处掏出了一块拳头大的坚硬花岗岩。看着那块石头，所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。如果刚才为了展示威力直接点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个奸细士兵面如死灰，刚想咬舌自尽，就被雷烈眼疾手快的卸了下巴。死没那么容易。这一刻，他又变回了那个令人胆寒的雷老虎。陆景言抱着女儿，腿都有点软。乖乖，幸亏有你在啊！他在陆萌萌耳边小声说道。那是我是谁呀？经过这一番折腾，神机营的危机解除了。皇帝大怒，当即下令彻查神策营。那位极度心强的统领估计要把牢底坐穿了。而雷烈将军虽然保住了火炮和陛下，但他的泪痣居士马甲彻底掉了。临走前，陆萌萌还特意跑到雷烈面前，眨巴着大眼睛，一脸真诚地说道：雷叔叔啊，你的书什么时候出第2部呀？雷烈那张黑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，粗声粗气地憋出一句：快了，正在构思大结局。众人皆倒，您还真打算继续写啊？日子在吃瓜和睡觉中飞快流逝。天凤国迎来了1年1度的盛世，万国来朝，周边各个附属国和部落都会派遣使臣进京朝贡。为了彰显大国风范，皇帝在皇家御苑举办了盛大的宴会，款待各国使臣。作为朝廷的一员，陆萌萌自然也被老爹打包带去了。宴会上丝竹声声，觥筹交错，陆萌萌坐在专属的小椅子上，埋头苦干，与盘子里的那只大鸡腿做斗争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野兽的低吼声传来，打破了宴会的和谐。只见一群身穿兽皮、体格彪悍的使臣推着一个巨大的铁笼子走进了御苑，铁笼子上蒙着厚厚的黑布，里面不时传来撞击铁栏杆的声音，听得人心惊胆战。尊贵的天凤皇帝陛下，领头的使臣粗声粗气地说道：这是我西蜀国进献的镇国神兽石铁兽，此兽力大无穷，能生嚼铜铁，凶猛无比，特献给陛下，以此彰显天凤国威。石铁兽，皇帝和众大臣面面相觑，听名字就觉得很凶残啊。使臣一把扯下黑布，笼子里一只黑白相间、体型圆润的庞然大物正抓着栏杆，发出一声略显奶气的咆哮。在场的大多数人还是被吓得倒退了几步，毕竟这可是传说中能吃铁的怪兽啊！护卫们立刻拔刀出鞘，将皇帝团团护住。只有陆萌萌手里的鸡腿啪嗒一声掉在了桌子上，他瞪圆了眼睛，死死盯着笼子里的那只凶兽，心里的小人儿已经激动地开始跳草裙舞了。七七，你快看，那是啥？我知道，宿主淡定，还淡定？那是滚滚啊，那是大熊猫啊，那是我的梦中情熊啊！哇哇哇！
陆萌萌的心声瞬间炸响在御苑上空，原本紧张戒备的众人被这一连串的尖叫搞得一头雾水，这都什么跟什么？那西蜀使臣见众人反应奇怪，还以为是被吓傻了，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陛下，此兽野性难驯，只有我西蜀最勇猛的勇士才能勉强靠近。若是天凤国有勇士能驯服此兽，我西蜀愿再献黄金万两。”这是挑衅，武将们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想要上去试试，但看着那能咬断铁栏杆的牙齿，心里又有些发怵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小的身影突然从席位上冲了出来。萌萌，回来！陆景言吓得魂飞魄散，伸手去抓，却抓了个空。陆萌萌迈着2公分的小短腿，跑得像个风火轮，直奔铁笼而去。哎呀，危险！小陆大人，快回来！众人的惊呼声还没落下，陆萌萌已经冲到了笼子前。西蜀使臣冷笑一声，等着看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娃娃被吓哭。然而下一秒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陆萌萌把整张脸贴在铁栏杆上，对着里面的凶兽伸出了罪恶的小手，语气甜得能拉丝。乖乖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你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吗？笼子里的石铁兽愣了一下，那双豆豆眼疑惑地看着面前这个两脚兽幼崽。他嗅了嗅，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鸡腿味和奶香味。嗷呜！琪琪，翻译一下他在说什么？宿主，他说他饿了，想吃笋，这里的饭太难吃了，全是生肉，他不爱吃。陆萌萌一听，立马回头对着皇帝大喊：“皇上伯伯，他不是凶兽，他是个挑食的宝宝，他要吃竹笋，最好是嫩嫩的那种。”西蜀使臣一愣：“胡说！石铁兽乃猛兽，怎会吃那种素食？”你才胡说！陆萌萌叉着腰对回去：“你天天给人家吃生肉，还不给人家洗澡，你看他委屈的黑眼圈都重了，他本来是白白净净的。”众人看了看熊猫那标志性的黑眼圈，这好像也不是因为没睡好吧？皇帝此时也听到了心声，虽然觉得荒谬，但出于对陆萌萌的信任，还是挥手道：“来人，去御膳房取些新鲜竹笋来。”没过多久，一大盆新鲜的嫩竹笋被端了上来，笼门打开一条缝，竹笋被塞了进去。刚才还凶神恶煞撞击笼子的石铁兽，一闻到竹笋的清香，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抓起一根竹笋，咔嚓咔嚓的啃了起来。那模样哪里还有半点凶兽的样子，简直就是个正在吃零食的铁憨憨。西蜀使臣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喂他牛羊肉，他都不屑一顾，非要发狂。废话，人家虽说是杂食主义者，但也只是偶尔开荤。你非逼人家天天吃肉，还让人家表演凶猛，谁不生气啊？陆萌萌在心里吐槽，见凶兽吃得开心，陆萌萌胆子更大了，趁着守卫不注意，她竟然从栏杆缝隙里钻了进去。萌萌，护驾，快救人！现场乱作一团，但下一刻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只见陆萌萌扑过去，一把抱住了大熊猫那圆滚滚的肚子，脸蛋在上面蹭啊蹭。好软好暖和，这就是陆猫的终极形态吗？我要死了，幸福死了！大熊猫被抱住，只是懒洋洋地瞥了他一眼，大概是觉得这个两脚兽幼崽没有什么威胁，而且身上还有好闻的奶味，便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爪子，轻轻按在陆萌萌的脑袋上，像是在摸头。嗷呜嗷呜，别动我的笋，其他的随便你。皇帝看着这一幕，心都要化了。画师呢？快把这幅画给朕画下来，朕要挂在寝宫里。西蜀使臣彻底服了，他们费尽心思抓来的镇国神兽，竟然被天凤国的一个3岁奶娃娃给降服了。天凤国果然人才济济，连3岁孩童都有如此神力，我西蜀心服口服。一场原本剑拔弩张的外交危机，就这样在陆萌萌的撸熊行动中，变成了一场大型萌宠见面会。事后，这只大熊猫被养在了皇家御苑，赐名团团，而陆萌萌则成了团团的专属铲屎官，哦不是专属饲养员，拥有随时进攻撸熊的特权。就在各国使团的到来时，京城的安保工作也变得严峻起来。这天，陆萌萌正跟着老爹在街上巡视，其实是坐在老爹肩膀上吃糖葫芦。突然，系统的警报声在脑海里炸响，滴滴滴！宿主注意，前方高能检测到危险人物。又是刺客吗？陆萌萌立马精神了，嘴里的山楂都忘了嚼。不是刺客，是更高级的玩意儿，间谍，而且还是个双面间谍。陆萌萌顺着系统的指引看去，只见前方不远处的茶楼2楼坐着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，正摇着折扇，笑眯眯地看着楼下的杂耍。那不是礼部侍郎家的公子苏沐白吗？陆萌萌记得这个人，上次宫宴他也去了，还做了一首好诗，被皇上夸奖是青年才俊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表面上他是天凤国的才子，实际上他是南疆派来的卧底，代号白孔雀。刺激的是，他还是北燕安插在南疆的卧底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北燕派去南疆，然后南疆又把他派来天凤国的。碟中谍中谍。陆萌萌感觉自己的 CPU 都要烧了，这也太复杂了吧？那他到底帮谁啊？他谁也不帮，这哥们儿是个究极乐子人。他利用三方情报差，在中间疯狂赚差价，短短3年，他已经攒下了这整条街的铺子。陆萌萌看着那个笑得如沐春风的苏沐白，人才啊，这简直是古代版的商业奇才加情报贩子。此时正在喝茶的苏沐白突然感觉后背一凉，他下意识地低头，正对上陆萌萌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那眼神仿佛在看一座闪闪发光的金山。苏沐白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小陆大人看人的眼神向来不简单，上次那个被他这么盯着看的萧将军，听说现在穷得连早饭都只敢喝稀粥了，难道我的马甲要掉了？就在这时，陆萌萌的心声广播再次开启，只不过这次他是故意想让苏沐白听见的。琪琪，你说如果我们现在过去揭穿他，他会不会为了封口分我们一半家产呀？苏沐白手里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桌上，
果然他知道了。陆萌萌拉着老爹的头发，爹爹，我想去那个茶楼玩，那个哥哥长得好看。陆谨言宠女狂魔属性发作，二话不说就抱着女儿上了楼。苏慕白看着走进来的父女俩，脸上的笑容比哭还难看。他平退左右，扑通一声给陆萌萌跪下了。小陆大人，求放过。陆谨言吓了一跳，苏公子，你这是何意？苏慕白不敢说话，只是从怀里掏出一叠厚厚的房契和银票，双手奉上，眼神祈求地看着陆萌萌。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意，请小陆大人拿去买糖吃。陆萌萌毫不客气地收下，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苏哥哥真是客气，放心吧，只要你以后乖乖听话，别干有损我们天凤巢的坏事，你的秘密我会帮你保守的。毕竟杀鸡取卵不如细水长流嘛，以后没钱了就来找这个苏哥哥借一点，岂不美哉？苏慕白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感觉自己像是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虽然破了财，但好歹保住了命和剩下的家产。秋高气爽，一年一度的皇家秋猎也要开始了。作为6品起居舍人，陆萌萌被迫穿上了一身迷你的骑马装，骑着一匹刚断奶的小矮马，跟着大部队进了围场。七七，我好累啊，我想回家睡觉。趴在马背上的陆萌萌有点困兮兮的。做主之冷起来，这可是秋猎，有很多野味的，烤兔肉、烤野鸡。一听到吃，陆萌萌勉强抬起了头。在哪呢？肉在哪呢？正说着，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有刺客，护驾！紧接着，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声响起，只见一只吊金白额大老虎不知从哪窜了出来，竟然冲破了护卫圈，直奔皇帝而去。众护卫大惊失色，纷纷搭弓射箭，但那老虎皮糙肉厚，动作灵活，竟然毫发无伤。皇帝身边的战马受惊，差点把皇帝掀翻在地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陆萌萌坐下的小矮马受了惊，竟然不受控制的冲了出去。停下！我要刹车！陆萌萌吓得尖叫，但在外人看来，这就是小陆大人英勇无畏，单枪匹马冲向猛虎，意图救驾。萌萌，陆谨言目眦欲裂，那老虎看到一个小不点冲过来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。七七，救命啊！我要成老虎的点心了！宿主别慌，使用道具超级猫薄荷喷雾，虽然它是老虎，但它也是猫科动物啊！陆萌萌下意识地挥动小手，其实是在虚空中使用了系统道具。只听呲的一声轻响，一股人类闻不到，但对猫科动物来说极度上头的气味弥漫开来。原本凶神恶煞准备吃人的大老虎，动作突然一僵，他抽了抽鼻子，眼神瞬间变得迷离起来。紧接着，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，这只百兽之王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开始打滚翻肚皮，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，像只巨型的大橘猫一样蹭着陆萌萌的小矮马的蹄子。全场寂静，所有人都保持着拉弓射箭或者拔刀的姿势，仿佛变成了雕塑。陆萌萌骑在马上，低头看着脚边撒娇的老虎，试探性的伸出小脚丫，踹了踹老虎的脑袋。老虎不仅没生气，还抱住了他的腿蹭了蹭。神神迹呀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，紧接着护卫们纷纷跪下，高呼万岁。皇帝惊魂未定的看着这一幕，看着陆萌萌的眼神已经不仅仅是喜爱了，简直带着一丝敬畏。这孩子驯服了熊猫就算了，现在连老虎都能驯服，他是兽神下凡吗？陆爱卿，你家这闺女以后能不能借朕当2天护卫？皇帝咽了咽口水问道。陆萌萌赶紧摆手，不行不行，他嘴太臭了，我不喜欢，还没有团团可爱呢。那老虎仿佛听懂了嫌弃，委屈的呜咽了一声，但还是死皮赖脸的跟着陆萌萌。京城百姓纷纷围观，这小陆大人怕不是要开动物园吧？自从皇家秋猎之后，陆萌萌在京城的地位已经不是小福星3个字可以概括的了。他出门，左边跟着一只叫团团的食铁兽，右边跟着一只叫大橘的猛虎，前者负责卖萌，后者负责开道，排场比皇帝出巡还大。京城百姓见了这支奇特的队伍，都得恭恭敬敬的让开路。陆萌萌对此很满意，唯一让他苦恼的是，他们太能吃了，他每个月的俸禄一大半都花在了给这2个吃货买零食上。七七，我感觉我不是郡主，我是个铲屎官。陆萌萌坐在御花园的石凳上，看着团团抱着一根比他还粗的竹笋猛啃，大橘则懒洋洋的躺在一边，让他当靠枕。宿主，格局打开点，这叫甜蜜的负担。七七在系统空间里悠闲地嗑着瓜子。话说回来，最近京城风平浪静，连个小偷小摸的瓜都没有，我的能量快见底了。我比你还无聊呢。陆萌萌叹了口气，那些大臣看见我就绕道走，后宫的娘娘们一见我就开始聊天气，生怕被我听到什么不该听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就在一人一系统相对无言，感觉瓜声已经达到巅峰，在无可吃之瓜时，一道圣旨打破了这份宁静。皇帝为了庆祝南疆大捷万国来朝，以及嘉奖陆萌萌这位镇国神兽，不是安国郡主，决定在宫中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盛大国宴，名曰安国宴。宴会当天，太和殿灯火通明，文武百官、皇亲国戚和各国使臣齐聚一堂。陆萌萌穿着一身红色的宫装，像个年画娃娃一样坐在皇帝下手的专属小桌上，他的面前摆满了各种精致的糕点。团团和大橘则乖巧地趴在他身后的地毯上，像2尊门神。七七，这宴会好无聊啊，歌舞都看了8遍了。陆萌萌嘴里塞着一块桂花糕，含糊不清的在心里抱怨：做主忍忍吧，你看那个东瀛来的使臣，跪坐了半个时辰，腿都麻了，脸都绿了，还有那个穿得跟个花孔雀似的西域王子，他是不是有狐臭啊？离他8兆远我都能闻到一股味儿。能听到心声的大臣们拼命忍着笑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皇上端起酒杯，借着喝酒的动作掩饰自己疯狂上扬的嘴角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温文尔雅的身影站了起来，是二皇子楚天佑。他面如冠玉，举止斯文，是所有皇子中名声最好的一个，素有贤王之称。父皇，今日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，儿臣特意为父皇寻来了传说中的长生仙酿，愿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楚天佑说着，亲手捧上一个晶莹剔透的玉壶。太监李副
贵小心翼翼的接过，为皇帝斟满了一杯。那酒液呈琥珀色，散发着奇异的香气。满朝文武齐声称颂二皇子仁孝。陆萌萌也好奇的伸长了脖子。七七，长生仙酿是真的假的？喝了能成仙吗？七七沉默了片刻，突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语气说道：“做主别吃了，快别吃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这糕点有毒？”陆萌萌吓得赶紧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。糕点没毒，酒有毒。七七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，听起来很激动。而且我刚刚耗尽所有能量，扫描出了一个，所以让整个天凤王朝倾覆的惊天巨瓜。陆萌萌瞬间来了精神，连眼睛都亮了。快说快说，有多大？你眼前的这个贤王二皇子楚天佑，就是今天最大的瓜主。他根本不是什么贤王，他是个野心家，他要谋反。这道心声如同一道9天玄雷，精准地劈在了皇帝和所有能听见心声的大臣头顶。皇帝端着酒杯的手纹丝不动，但眼神却瞬间冷了下来。他爹，也就是先帝的亲弟弟宁王，当年谋反失败被赐死，他娘是宁王府的侍女，怀着他逃了出来，后来用计进了宫，生下了他，把他伪装成皇子。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一直隐忍负重，就是为了今天要给他亲爹报仇，夺回他认为属于自己的江山。我的妈呀，狸猫换太子现是吧？陆萌萌惊的小嘴张成了 O 型。那杯长生仙酿里根本不是什么仙药，而是西域奇毒3步道，无色无味，喝下去3步之内神仙难救。他打算毒死皇帝，然后用他早就埋伏在宫外的3000私兵控制皇宫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买通了神策营的统领，就是上次想炸雷烈将军炮管那个倒霉蛋的上司。待会他会以摔杯为号，神策营的士兵就会冲进来，和他的私兵里应外合。他还策反了朝中近30%的官员。你看那个户部侍郎，他袖子里就藏着劝进表，还有那个兵部主事，他怀里揣着伪造的传位诏书。七七一口气将整个谋反计划来了个现场直播，细节之详尽，连哪个太监负责锁宫门都说得一清二楚。大殿内能听见心声的一半人脑子已经彻底宕机了，他们看着那个还保持着温和笑容、一脸孝顺的二皇子，感觉像在看傻子；而另一半听不见心声的官员还在交口称赞：“二殿下真是纯孝啊，有此贤王，乃我天凤之福。”这诡异的场面让整个大殿的气氛变得无比魔幻。皇帝缓缓放下酒杯，看着楚天佑，眼神意味深长。楚天佑被看得心里有点发毛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笑道：“父皇，您怎么不喝？可是不合胃口。”陆萌萌的心声又响了：“皇上伯伯快喝呀，假装喝下去，然后配合他表演一下嘛，我都等不及看他摔杯子了。七七，你说他待会儿摔杯子的时候，会不会因为太激动，手滑了摔不碎啊？”萧金策和雷烈2位大将军对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4个字：还能这么玩。皇帝嘴角微微一勾，竟然真的端起酒杯，将那杯毒酒一饮而尽，还用宽大的袖子擦了擦嘴，实际把毒酒吐到了袖子里，还夸了一句好酒，眼宁还真演上了。所有知情者都快憋出内伤了。楚天佑见皇帝喝下毒酒，眼中闪过一丝狂喜，但脸上依旧保持着悲痛和关切。父皇，您脸色怎么不太好？朕觉得头好晕。皇帝晃了晃身子，一歪倒在了龙椅上，手捂着胸口，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。父皇您怎么了？楚天佑大惊失色，冲了过去。哇，皇上伯伯演技真好，这痛苦的表情，这颤抖的身体，比雷叔叔书里写的男主角还逼真。奥斯卡，小金人必须给你一个。陆萌萌在心里疯狂鼓掌。快传太医护驾！楚天佑声嘶力竭的大喊，然后他猛地转身，眼中凶光毕露，将手中的玉杯狠狠往地上一摔，啪的一声，杯子碎了。成了！楚天佑心中狂吼，然而他预想中殿外喊杀声震天的场面并没有出现，整个大殿安静的可怕。咦，怎么没动静？陆萌萌在心里嘀咕：七七，是不是信号不好？他手下没听见。宿主，神策营的叛军在宫门外已经被雷烈将军带来的神机营给包围了。至于他的3000私兵，萧金策将军早就带人把他们堵在下水道里了。听说那味道相当上头。此时楚天佑也感觉不对劲了，他策反的那些官员一个个面如死灰，抖得像筛糠，而陆谨言、萧金策那些忠臣非但没有惊慌，反而一个个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同情。你们……楚天佑慌了。就在这时，龙椅上那个垂死的皇帝突然坐直了身体，还顺手拿起一块糕点，慢悠悠地放进嘴里。皇儿啊！皇帝嚼着糕点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你这毒酒味道不错，就是后劲有点甜，下次记得换个牌子。”楚天佑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指着皇帝，又指着满朝文武，哆嗦着：“你们怎么会知道？”没人回答他。危机解除，叛党一网打尽。楚天佑到死都想不明白，自己筹划了20年，天衣无缝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泄露的。安国宴的后半场成了真正的庆功宴，皇帝抱着陆萌萌坐在龙椅上，亲自给他喂葡萄。萌萌啊，这次又多亏了你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这天凤国的江山，你想要什么，朕都给你。陆萌萌歪着小脑袋，认真的想了想。皇上伯伯，我不要江山，江山太大了，我管不过来。他伸出油乎乎的小手，指了指御膳房的方向，奶声奶气的说道：“我就想让御膳房以后每天都给我做红烧肉，还有糖醋排骨，还有东坡肘子。”闻言，皇帝开怀大笑，笑声传遍了整个太和殿。准了，不仅如此，朕今日再给你加封。皇帝站起身宣布：“安国郡主陆萌萌，天命所归，福泽万民。朕今日特封其为天凤护国，朕朝永安长乐，至尊圣女。”这个长得离谱的封号一出，陆萌萌直接愣住了。七七，这封号也太长了吧！我以后出门报名号，别人是不是都睡着了？宿主，知足吧，这可是本王朝最高荣誉了。
以后你可以横着走了。那有什么用？陆萌萌撇撇嘴，打了个哈欠，还不如多给我2根鸡腿实在。她趴在皇帝的怀里，看着殿下那些对她又敬又畏的大臣们，看着窗外璀璨的烟火，突然觉得有点困了。今天这个瓜吃得太撑，是时候该补个觉了。至于明天又会有什么新的瓜呢？陆萌萌咂巴咂巴小嘴，在满殿的欢呼声中，安心的进入了梦乡。管他呢，反正他的吃瓜人生还长着呢。